杨紫或建华再合作？神医二剧网络热议，粉丝对接账号辟谣。近日，有网友爆料杨紫和霍建华将再次合作马伯庸的民国剧《神医》，引发网友热议和期待。毕竟这两位实力派演员曾经在《保卫长沙》中塑造了经典的荧幕情侣形象，让人过目不忘。然而，这个消息真的可靠吗？杨紫和霍建华真的会再次合作吗？为了揭开这个谜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消息来源的可信度。这条消息的来源是一位自称吃瓜达人的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有团队联系杨紫或建华出演神医，并附上封面照片的脚本。但该网友并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或细节，也未透露身份和消息来源。而且，这个剧本的封面照片也很容易被 PS 或造假，不能作为可靠的证据。因此，我们认为该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太低，无法支持该爆料的真实性。二、演员的态度。如果杨紫和霍建华真的要合作神医，那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工作室应该表态或者回应吧。阳性。然而，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演员的任何官方声明或确认。反倒是杨紫的粉丝在社交平台发文辟谣，并表示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片名、剧情、人物等与杨紫有关，请不要相信谣言。这说明杨紫本人并不知道，也没有参与这个项目，也不想参与其中。至于霍建华，虽然没有明确否认或承认这个消息，但近期他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和拍摄计划，看来也没有空闲时间来接拍神医。因此，我们认为演员的态度并不支持这一爆料的真实性。三、剧本和题材的吸引力。大一是马伯庸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讲述了民国时期一群医学精英在上海创办医院，与日寇斗智斗勇的故事。这个题材无疑是非常有趣和具有挑战性的，也符合马伯庸一贯的历史风格和创作水平。而且大一是马伯庸继《长安12时辰》之后又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观众的关注和好奇。如果杨紫和霍建华真的能够出演这部剧，那么他们的演技和人气肯定会给这部剧加分不少，也会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和精神上的盛宴。因此，我们认为剧本和题材的吸引力是支撑这一爆料真实性的一个方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网络上关于杨紫和霍建华将出演神医的第二个角色的消息是不可靠的，纯属无稽之谈，不要相信，也不要传播。当然，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成真，我们会很高兴，也很期待，毕竟他们是我们心目中的完美搭档，也是我们永远的长沙 CP。你怎么认为？你期待杨紫和霍建华再次合作吗？你觉得他们适合出演神医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感受，也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02，没想到《梦幻之海》中31岁的肖战就这样失去了观众的热度。明星剧一直是优秀剧集的保证，飓风《三体》更是在年初为观众带来了王者炸弹。但是此后的明星剧明显后劲不足，往往是满满通告，质量不尽如人意。有人生之路火了，口碑却一落千丈。李沁乌黑的皮肤和亮晶晶的烤瓷牙也是让人吐槽满满。龙城中40岁的马伊琍被迫扮少女，血腥的剧情更是让人不忍直视。而下半年，杨妈亲自宣布的《梦中的海》问世，该剧一经播出就拿下了几天的收视冠军，首播时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半年前的飓风。按照这个热度，这部由杨妈亲自宣布的剧绝对会成为下半年的爆款剧，只是大家看的时候却是槽点满满。肖战演技尴尬，演的都是偶像剧。梦中的大海能够在首播时就力压市面上的其他作品，少不了男主角的功劳。流量生肖战搭上甜美女神李沁，在人气上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结合古装剧背景，介绍年轻人在最好的年纪释放最自由、最青春的年华。这样的演员阵容，如此喜人的故事背景，确实很难不引来一波热潮。电视剧的开篇内容很好地展现了那个时代各个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为之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了伏笔。精彩的剧情铺垫，让电视剧在高潮前就引来一波好评。
但就是这么好的剧本和剧情，却毁了剧中演员的尴尬演技。此次孟海的选角并没有像前几部古装剧那样选择演技非常成熟的老牌演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演员们装嫩，让他们扮演满脸沧桑的少女。再加上年轻演员饰演青春，本身就有一种青春感，让人看起来至少不会跳舞，让人很享受剧情。但这是对这些年轻人演技的极大考验，以及孟海中演员们的演技是否达标。电视剧前半部分叙事节奏较慢，画面中的俊男美女也赏心悦目，但一出现冲突场面，这些演员就开始过度用力，张牙舞爪的表演让观众尴尬的用脚挖出了三房一厅。比如这部剧的男主角肖战，在剧中就可以看出他是很想在这部剧中好好表现的，但就他对角色的理解而言，除了和他年龄相仿外，其他的他根本就没有深究过。想要表达情绪时，他一味地通过使劲地做面部表情来表达愤怒和不满，表现痕迹很浓。而本该精彩纷呈的打斗场面，双方紧张的气氛却被男主的一句瞪眼给破坏了。在后面的剧情中，他被罚打架瞪眼，震惊的时候瞪眼，难过的时候还瞪眼。如此绝妙的演技，直接抹杀了男主肖春生的热血和无畏的自信，给人足一种挑衅的感觉。除了眼力，精彩的表情也是肖战在剧中的拿手好戏。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对人物的把握，他在很多剧中都无法细腻地表达主人公的情绪，因此他会在眼力的基础上加上夸张的表情，告诉观众他此时是生气还是难过，而且线条也很生硬。虽然他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清晰，但是却让人感觉很生硬，很不自然。所以从主角的表演开始，就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情绪，台词的功力也不尽如人意。本来在电视剧的前4集中，很多镜头都能体现出肖战的演技，但最终因为用力太大，错失了翻盘的机会。然而，网络上满屏的差评并不仅仅针对男主的演技，剧中一些人的演技更让人失望。关联户重现。观众在观看下半年最火的《梦中的大海》时，也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老面孔。年初大剧《飓风》中饰演高晓晨的正是吴雨晴，这一次她似乎是通过人脉搭上了杨妈的戏。她这次在剧中的表现比在《飓风》中还要好一点点。首先，她在剧中的妆容给人的感觉非常接地气，比起《飓风》中不知名的烟熏妆要顺眼多了。而且，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自然能够把握京味台词。飓风中没有展现出来的台词技巧，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的口碑逐渐开始好转，不少网友也纷纷表示赞赏。但是，当人们夸他有2把刷子的时候，却发现他真的只有2把刷子。吴雨晴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和主人公肖春生一样，都是大院的孩子。而他在剧中的人设也让人很不爽，不仅话多，还喜欢评论女神。虽然角色的讨厌与演员的演技无关，但也不是演技差的借口。吴雨晴在表演中始终摆脱不了高晓晨的影子，依旧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每次有她的镜头，她的五官都很难停留在应有的位置，说台词的时候一脸邋遢。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大街上的那些土豪，很刺激。似乎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在扮演北京大院的孩子。而且虽然他在剧中的定位是配角，但是在前几集中，他的镜头却和主角不相上下。但是这个角色的出现真的让人觉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不禁让人觉得又是在带钱进组。所以面对导演如此关心，却因为吴雨晴的演技不达标，没有顶住这个角色，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好资源。但是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他们发现剧情不仅拖沓，而且他们也看不懂这个故事。古装剧最忌讳的就是在剧情中强加一些血腥的爱情情节。去年的热播古装剧《我们的日子》就犯了这个错误，导致口碑一落千丈。而这次在《梦海》中，这个问题却被延续了下来，甚至还为观众呈现了一段三角恋。剧中男女主和男二女二的爱情关系都说不清道不明，更别提能不能在前几集中交代清楚了。恐怕到了剧情的最后，他们混乱的三角恋还未完待续。
而当观众还没有消化主角之间的各种关系时，又是一场血腥的闹剧再次上演，最后穿插他们之间的爱情纷争。如此混乱的叙事，不仅没有体现出想要的剧情层次，还让整个剧情没有重点，剧情缺乏张力，观众不知道往哪里看，一头雾水，实在是不可能的。而且剧中的各种 BUG 让观众继续玩下去。在服装方面，剧组失去了非常重要的时代感，就像主人公肖春生的白月光和红绫一样。剧情中，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但让人发现他戴的帽子和围巾的款式和他昨天在某宝买的潮流款没什么区别。现在看来，无论是演员的演技，还是剧本的精准度，梦中的大海都无法在整个古装剧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真的很难对得起杨妈前期的大张旗鼓，对得起这部剧的多方宣传。但该剧还在播出，一切都还不确定，只能寄希望于孟海在剧集后期能够低开高走，凭借精彩的剧情